来吧，豆芽的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变形联盟的这一套强袭普利士。其实这两款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它们是属于不同的系列。这一款是强袭普利士的单体变形版本，这个呢是双合体的。其实能看起来大小是有区别的，两合体的这个会更宽阔一些，而且这一款其实单独并不能变成人形。配件方面的搭配内容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两个目标小人儿，两把手枪，还有车顶的武器，这些配置都一样。那我们今天主要先来看一下这款车身蓝色的这种感觉，塑料的材质很厚实，而且这些地方的点缀都是内嵌进去的灰色塑料件。分色处理很好，这边还内嵌了红色的透明零件，轮毂有涂装，滚动非常的溜，所以推车完全无压力。作为一款重装型的这个装甲车啊，厚重感还是挺扎实的。前边车头这里的点缀刻画以及透明件的嵌入，车窗的玻璃也是蓝色的透明零件，包括警灯这里。那我们不废话，直接来开始变形吧。我们把这车顶的两个武器卸下去，警灯的地方也可以拔下来。这两片连带护栏的位置，整体的往下拖开这个地方的扣子，然后屁股这里打开，中间咬着的锁扣，这里边也都是环环相扣式的锁定。好，整个的揭开，车顶整体的拉开，这里边都是无损的咬扣，很好啊。再往后拉，脱开车顶的卡扣以及侧方面的卡扣，好。滑动出来，这有点像什么呢？时间飞船1号机张开翅膀的味道。两条腿打开中间无损的咬扣，整体的往下拉动。在拉动的过程中，也能感觉到这个滑道里边也是有齿轮的定位点，所以不会轻易的顶回去了。脚尖和脚后跟放平，然后可以看这一处的脚踝设计非常厉害啊。这个小玩具上边，它竟然不是用了抽拉的滑道，而是用了连接杆的折叠去往出伸这个脚丫子。这个，你看，还有点真实液压的那个味道。这些地方活动的轴，这样推出来，前边这里再扣住，装饰了脚踝前方的一个镀空洞的位置。哇！诚意满满，而且这里边也有锁的一档一档的。接着后轮这里双关节折叠贴下来，打开卡扣，旋转180度，甚至内侧都没有偷胶，给你盖了一个黄色的零件。哇，这诚意！后边的货箱部分一圈折叠，一圈压扁。哎，左右这里还可以打开一点造型啊。接到后边是相当于打风衣的100的那种感觉啊。车顶。窗户下方有连接的卡扣，稍微的卸松，打开，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哎，90度横转过来，放一边备用。前边这里把这一块黑色的零件双关节折叠，变成它胸部下方的一个装饰件儿。左右再拆开这个部分，灰白色的零件双关节往后贴，然后整体的旋转90度拉上来，这里再把胳膊这里抽拉到底，会有锁定音卡住。升高镜头看上半身，胳膊从这一处拉开以后，把这关节撇正，旋转180度，扭到正确的角度来。肩膀这里将车头的部分双折叠拉下来。接着盖过来后边，把它夹住。好的，后腰的部分黑色的连杆双折叠往上贴，锁上，在这个地方就当于裙摆了。抛出头领小人儿，后方的脑门拉出来盖在头部，往回折叠。其实它小臂里边还不是个球冠啊，做了独立的转轴。哇，这个地方很细节。然后把这个棍子中间的卡槽和大腿连上，两条腿夹住，往后翻，你看头就变好了。Get on， 咔嚓，警灯，唰，咻，咔嚓，
哇，胸甲的层次感很丰富嘛。那么好，这款强袭普利士就变完了。哎呀，说实话，其实这个东西的变形还算挺复杂的吧，对于儿童玩具来说，而且整体的感觉来说，莫名会觉得挺帅的。其实身上那种圆润的那种超级机器人的质感吧，会让人想起来某些勇者系的角色，很帅气。再加上身上的美型度、细节点缀刻画来说，也都不错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动画片，其实对于动画片的还原度来说，也还挺高的。在身上的一些可动的关节处理也很棒，大部分使用了齿轮关节，该有的都有。我挺喜欢这一块脚踝的变形设计的时候，甚至你看在摆可动的时候，后边的这一块黑色的连杆都是会跟着真实的联动，啊，这个好帅啊！脚尖的部分都有这么多段的关节去折叠，左右接地也是有的。腰部左右活动也是齿轮关节，胳膊肘双段关节还带一段齿轮，活动的范围也是很广的。虽然说只是4指打开啊，而且并不能打得很窄。头部左右也有活动的范围。可能让人觉得有点碍眼的就是后方这个大的类似于长风衣的裙摆产生的一种半包壳式的变形设计吧，但是对于小孩子的玩具来说，也不奢求什么了。在各方面表现的素质来说，对于一个玩变形金刚的人眼光来看的话，其素质也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总的来说还不错，让人感觉挺意外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豆芽这个年纪来说，这个的变形还是稍显复杂一点。对于6岁以上的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个变形就差不多可以上手了。单处理完2个形态的效果，其实还不错，还可以。就算我这个年纪玩，也觉得挺好玩的。主要玩具的产品诚意放在那里嘛，挺扎实的用料以及很舒服的齿轮音，让我听着都特别的爽。就算是变形金刚玩家，你把它当成一个头领战士系的勇者也不错。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先玩到这儿，稍后咱们来看看那个2合体做的怎么样。